为什么进庙前男性都要裸体？印度教的寺庙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世界上最大的石雕到底有多大？40万吨的石头是怎么变成一座神殿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同时存在3个宗教？耆那教是什么？和印度教、佛教又有什么不同？第一次和青旅认识的人一起吃饭，又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今天就一起跟我走进 Ellora 石窟，找到答案吧。哇，天气超好的，在印度每天都是这么好的天气。花生、小糖果，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花生糖，这是鹰嘴豆，但长得像腰果的饼干，还有烤的花生。买了3根香蕉，10卢比，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今天的目标是 Ellora 石窟，距离40几公里，又来搭公车啦。你们看到他们现在这样挤上来，对不对？我刚才也这样挤上来，我没有办法拍，因为实在太挤了。早上9点，我已经到 Ellora 石窟的门口买好票。是前面这个1到12窟啊，是以佛教为主，再来13到这个29这边呢，就是印度教为主。那可以看到30，从这边开始是以耆那教为主。那其实距离都还蛮远的，所以它这个橘色的地方，电动车的接驳站，可以付钱买票过去。我现在在这嘛，那我待会应该会先从这边开始看，然后慢慢的走过去。因为今天我来的比较早，所以应该是可以把所有的石洞给看完的。那我们就出发吧。刚才碰到了昨天一起住青旅的印度小姐姐，她来自加尔各答，很开心遇到她欸。好了，这里是1号，让僧侣们就是修行的地方，很多的禅房。2号石窟门口有2尊像菩萨一样，有点壮观，然后有点可怕。一个人在里面需要一点胆量。这里是 Ellora 的第2窟，一座属于大乘佛教的静修殿堂。四面壁龛上尊尊菩萨环绕守护，如诸佛万象般沉默地注视每一位进入的人。在这里，沉默会说话，石头会呼吸，而灵魂也会停下脚步。印度很特别的是啊，他们虽然有很多的宗教，但是宗教跟宗教之间呢，其实是很少发生战争的。我指的是耆那教、印度教跟佛教，他们算是互相学习、兼容并蓄。哇，这个5号洞窟的规模很大，算是一个大礼堂，两侧有许多的柱子。大礼堂啊，可能是当时做一些聚会或是吃饭的时候做使用的。第10窟，规模最大的一个窟，哇！第10窟是一座建于7世纪的佛教查提雅堂，专门用来诵经、集会与冥想修行。它最特别的是仿佛肋骨般的拱形屋顶，模仿古印度的木造建筑，却全用石头从山体中挖出来，连天花板的横梁都不是拼上去的，而是原地雕成。这里也被称为工匠之窟，因为只有最伟大的工匠才能让石头发出信仰的回音。各位，你们有想到吗？我觉得我好像在爱莲的身体里面，我的天！好，现在我们走上去看看。哦，上面有很多女神、天神的神像。哦，当年如果是彩色的，一定超美。这座石窟原本以为只有2层，后来才发现它有3层楼这么高，是佛教石窟中少见的垂直结构。走进来就像爬上3层修行的阶梯，底层是僧侣的起居，中层诵经礼佛，而上层是内观与冥想的地点。从生活信仰到灵魂探索，这座石窟就像是一座佛教的学校。大概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包含比如说坐下来休息啊、拍拍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是每一个洞都有进去逛。这边开始就是印度教的石窟了，先看一下，开始出现有一些动物头的佛像了，结构还是一样的，就是会有
会有2尊在门口，但是可以看到数量变多了，这些雕像动作变得更多了，更多元，更有生命力，更生活化。Ellora 的第14窟也是印度教石窟的起点。有趣的是，它原本应该是一座佛教的僧院，后来被改造成湿婆的庙，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空间结构还有些佛教的影子，但墙上的雕刻已经换成湿婆、帕尔瓦蒂、比湿奴这些印度教的神祇。这里就像是一座信仰交接的现场，一边的是结束，是一边的开始。第15栋上去之前要爬这个楼梯吗？走吧走吧，这个规模有点大哦。这个不是主建筑，进来这边才是主建筑。它后面这些就是印度教的石雕啦，就可以看到他们动作会比较丰富，而且也有出现动物神，像大象啊。这个是看到没有？这个凸起来的就是流牛啊，湿婆神的坐骑，好可爱哦，一个牛牛，哇，被摸得好光滑。上层的2侧墙壁上啊，主要都是雕刻湿婆神跟恶魔伊兰卡的战争，动作很有张力。那主要都是围绕着印度教的神话。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凯特拉萨神庙。凯特拉萨神庙呢，它是用一块超级大的玄武岩啊，就是60米乘30米这么大的一块玄武岩雕刻而成的。那主要是供奉湿婆神的一个神庙，而且这座神庙它规模之大、雕刻之细啊，总共耗时了大概1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到现在你看到的样子。哇，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型的雕塑。凯拉萨神庙是 Ellora 石窟最有看头的一个石窟了。它不是用石头堆积起来，而是从整座山体凿出来的神殿，从上往下切割去超过40万吨的岩石，没有基座，没有结合。这是一场信仰与记忆的极限挑战，是把神话变成现实的狂想，是让神住进岩石里的建筑奇迹。规模之大，雕刻之细，让人不禁仰望赞叹。这已经超越了宗教，更是一种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呈现。哇，超多小朋友在里面。OK，Say hi。我发现在这里啊，就是亚洲人的面孔好像更受到他们的喜欢。因为我看他们都很少找那个欧美人拍照，但是很喜欢找我拍照，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因为我短头发的关系吗？这里一整个真的超级壮观，走在这里就有一种很像在探险的感觉，而且阳光照下来，这里真的是超美，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我觉得这里比阿姜塔更值得来耶，很壮丽，可看性更多。而阿姜塔它虽然有很重要历史地位，但如果你没有了解佛教或者是相关历史背景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因为它的东西并没有像 Ellora 一样这么的壮丽。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雕塑。所以这边就是一个石头，原本这边就都是同一块石头，它把它凿开了，就变成这样一座神庙。它们原本是属于连在一起，很夸张，很不敢相信，对不对？这样看上去真的超级壮观。刚才看路标指这边说有一个象神 cave，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还没看到，我还要继续往前走吗？因为真的超热。其实走路是还好，这路不难走。但是很热，没有看我脸已经被晒红了。到了，这就是象神洞吗？看看里面有象神吗？这边感觉都没人来耶。这个象神洞该不会连一尊象神都没有吧？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怎么会没有人来？哇，这里超安静的。但是水优氧化很严重，全部都是绿藻，我妈呀！这是唯一有装网子的，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吗？进去看看。哦，不过这个天花板可以看出来，这边曾经很漂亮，
这都是斑驳的壁画，大家只能想象一下了。哦，这里有一尊湿婆神，也是三面的湿婆啊，三面湿婆神。那几个洞里面有什么？我去看看。这边路不太好走，要走这个。好的，果然是没有东西。总算走到一个稍微有规模一点的印度教寺庙的洞穴，不过感觉这里有很多的蝙蝠。那边全部都是蝙蝠，超可怕的，他们在睡觉。天哪，我真的会被吓死。26号，哇，26号也很有规模耶。好，来介绍一下，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通常主殿里面会有一个这样圆形凸起物，然后在一个底座上。那上面这个呢叫做 linga， 底下这个底座呢叫做 yoni。那 linga 呢就是有点像是男性的象征就代表的是湿婆，象征宇宙的创造跟毁灭。那底座 yoni 呢代表的是帕瓦蒂女神，就是湿婆的太太，象征着女性的能量、生命力啊，大地之母。27号，门口站了一排的神明。哇，这依稀可见它的身体是粉红色的，石头本身是红色的。Ellora 第27窟充满着印度教神话的故事，建于6到7世纪。走进石窟，你可以看到湿婆、比湿奴、拉克西米等诸神的雕刻，还有杜尔加斩杀水牛、恶魔、野猪化身拯救大地的经典场景。每一面墙都刻满了神话故事，展现出印度教多样信仰的丰富想象。应该是湿婆跟他老婆结婚时候的状况。我现在只要从29号走到30号，在地图上距离蛮远，大概有1公里左右。我刚刚原本想说偷懒一下，坐个 Vehicle 电动车，他居然说没有这一段。从30窟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耆那教的石窟。耆那教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诞生于佛教相近的时代，大概在西元前6世纪。它的核心信仰不是拜神，也不是祈愿，而是透过苦行、禁欲、自我净化，走向最终的灵魂解脱。他们的雕像多半是以耆那教的济世导师为主，他不是神，而是人类透过修行达到解脱的榜样。那大部分信奉耆那教的人都是商人，所以说他们的寺庙也都建筑的相当的华丽。和佛教、印度教的石窟相比，耆那教的石窟没有戏剧化的神话场景，也没有战斗与毁灭的画面。这里的雕像线条干净，比例和谐，对称完美，不像其他宗教那样热闹华丽，而是极简但又精致，让灵魂在静默中回归浑然天成的平静。他们那个时候呢，很流行就是要全身脱光，象征着干净的灵魂，就是要么是打坐的姿势，不然就是站立的姿势。他们也会站立冥想，所以像我身后的这个就导师站立冥想的样子。而这棵树代表了全知的觉醒。在耆那教中，真正的胜利并不是战胜他人，而是战胜自己。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尊者，或者是说他们正在修行的样子。这个柱子这边是镂空的，看到吗？这确实是比较精致，在其他的神庙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样子。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是指女生也会这样修行吗？也是要裸体吗？不可能吧。好了，结束了，现在时间是2点，我10点到了，所以我在这边逛了4个小时，然后现在在最后这个32号洞那边打算坐电瓶车回去，因为再走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其实也不会怎样，我只是很懒而已。但坐一下嘛，又不会怎样，不会没有多少钱。好凉哦！电瓶车再给我不用车，然后这个还给我抓着这个带口包。逛完 Ellora， 现在走出来，刚才先补充了一下，吃了个椰子，喝了个柠檬汽水，又买了一瓶水，总算找到我要的 soda water。然后我现在走来附近一个1公里的地方，这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印度教的庙，哇，很有庙门口的感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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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No, thank you. No, 50 No, thank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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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果然有庙的附近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以吃。No, no, no, pleas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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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n't. Thanks. 刚才他冲过来给我盖打显，突然觉得来印度很需要刘海，有刘海还是无从下手。刚刚冲过来这样。好，要在这脱鞋，哇，鞋子就直接这样放。那等一下他们找得到吗？哇，竟然这么多人！在印度教中，有12座被视为湿婆神神圣化身的 Jyotirlinga 圣地。这些圣地遍布印度各地，每一座都承载着独特的神话与信仰。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座格里什内什瓦尔神庙就是其中之一。它建于18世纪，整座神庙以红色的砂岩建成，雕刻精美，主要祭拜慈悲与力量的湿婆神。男性进入主殿前还需赤裸上身来表达敬意。男性进入拜湿婆的神庙需要把上衣脱掉，是因为避免有不洁的东西带进神殿。然后另外也象征说啊，你把世俗的东西给脱下来了，你是用最原始、最纯净的一个状态去接近湿婆神。我们衣服脱就直接丢那里，挺酷的。哇，男团直接出道了。哇！奇特的体验。其实我刚刚真的很怕他们会把我赶出来。中间虽然很混乱，但是看出来他们就是去靠近那个代表着湿婆的邻家，就是在那边会磕头做一个跪拜，然后献花。然后也有些人会拿一个花盘在上面就摇一个火，有点像过炉的感觉，但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里面就不停的在咏唱，然后大家人来来去去。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Yes, Oh. Nagpur. Nagpur. Yes. Family trip. Yes. Yes. Your sister? Yes. Okay, bye. Bye bye. Your lip is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刚刚这间老板啊，他卖的奶茶真的很好喝一杯10元。Yeah. What's that? 又来街边小吃时间，这个是应该是炸蔬菜啊，炸了就没问题了，因为炸的温度超级高的，所以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晚上，我和住在青旅的德国女孩 Frizzy 一起去了一家 TripAdvisor 推荐的塔里餐厅。沿路上聊了许多女孩独自旅行的心情。家人总是担心我们遇到危险，怕被骗、被卖掉，甚至遇到更可怕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的恐惧比我们的勇气还要强烈，不害怕的我们都被搞到很害怕。但我们彼此也都同意，有些时候还是要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和他们想象中的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现在就来介绍一下塔里。塔里是印度传统的套餐形式，字面意思就是一个盘子，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圆盘，有很多种小碗，而每碗里面都是不同的咖喱酱料、蔬菜、米饭或者是甜点，就像是一个印度的小型食材博览会。塔里并不全部都是咖喱，它有温柔的扁豆汤、酸辣的酸奶汤，有香料爆炒的马铃薯，还有甜到心里去的糖球。光是主食就有米饭，还有不同的饼。选择非常的多，吃到你吐为止。哇 ，OK， totally finished. Oh, not yet, not yet. Oh, okay, finished. 他就上来给我们加了这一整套，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点餐，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开吃了。这是什么 ？Sweet， 哦 ，sweet。竟然还有饭，这个我吃过，这个是绿豆饭、绿豆稀饭，然后这是他们的饭，他们的饭都超松的，你看，超级松软，很赞。在最后的时候，服务生登上了一个甜点，这是一种用槟榔叶包裹香料糖果的小点心。在吃之前 ，Frizzy 就提醒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咬下去很甜，又带有特殊的香草香料味，非常强烈，味道复杂，口感很混乱。反正我吃不惯了。It's enough 但是很香，有一个香草的味道。
但不是很好吃，有点太强烈了。I have tried 这个是番红花鲜奶，可以客制化调整糖度，超好喝的。它应该除了番红花之外，还有再加一点坚果放在上面，脆脆的。然后因为番红花的关系，整杯被染成黄色，很赞。Hey, this is Pretty. Pretty, yes. Say hi, Pretty. Yeah. Hi. Hi. What's this? What's this? What's this? Jason. Say, Who's I'm this? Jason. Jason. His name is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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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ou're Jason. Hi, is this Jason? Say hi to Hi, Jason. Hi, Jason. Hi, Jason. Cute. 今天是我人生求道的第20天，这趟旅程我看见了人类透过40万吨的石头将众神具象化，也看见了1000年前的人们如何以信仰为名兼容并蓄，却又能为了一个信仰掀起惊涛骇浪的大事。每一座神殿雕像都是那些古老灵魂留下的印记。我学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不在于排他，而在于包容。正因为容纳了矛盾与差异，这片土地才能如此广阔。我是彩玲，现在在印度独自升级，我会持续旅行，直到绕地球一圈。记得订阅追踪我，我会继续把沿途的故事通通带回来给你。我们下次见哦，拜拜。